玩了2天的时间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游戏性部分整体来讲还算是不错玩的啦。主要玩法部分就是透过亚瑟，也就是队长带领其他的队员去进行战斗，卡牌是非常多的这款游戏是针对特定族群并不是适合每一位玩家啦。毕竟它战斗是有点耗时的，尤其是打 BOSS 战，花的时间大概可以打一场传说对决吧。这是游戏中的特权部分，原价840在4月2号到9号打了6折优惠，还得花490，其实还算是蛮昂贵的差在于驻守时间上限，还有联合作战，也就是共斗啦。失败以后精神力返还15%，影响比较大的就是驻守上限因为这一款游戏在提升账户等级的部分，只能透过打主线关卡还有驻守才行多了100%，升起也就会变快很多。是资源补给，因为在封测期间所以像这个我每一天都买满了，这个就是扫荡用的扫荡卡。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蛮无言的竟然把扫荡券拿来卖然后这是体力，打一场战斗大概消耗10到15体，耗时3分钟起跳。按这样子来看的话，不用扫荡券慢慢的进行战斗会变得非常干如果你非常热爱扫荡券这里持续冒险补给台币150可以买到100张扫荡券，每1周可以买5次你想要养肝的话，商店东西买光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花台币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扣分的这个是转蛋池前2天有一个新手池，就是你消耗6次的共鸣时可以进行10连抽，而且有100抽可以让你这样子用，也就是说你消耗60个共鸣时，你就可以进行100抽，抽完它就消失了新手池帮助很大，因为这一款游戏你需要大量的卡牌来完善卡牌的配置成长部分我们稍微看一下吧。亚瑟部分你就把它当做队长，除了可以升级之外到40级还可以进行突破，这个时候就需要各式各样的材料了，获取途径都在下方这边我就不再多做介绍了。有缺的就是往副本那边打就对了，或者是去打共斗。而在封测期间其实组队很难组玩家比较少，打一场战斗也是10分钟起跳吧。在共斗这一块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卡牌的养成必须要跟上才行这些队长还有新命，启动了新命以后在配置上就可以把这些技能安插上去最后就是时装了。封测期间有给了这个妹子的时装。以上就是队长部分，我们看一下队员部分吧。这个就是卡牌你看一下第一排的第3个、第4个，它在第4星的时候是不是有在亮？那个就是在提示说这张卡牌可以进行升仙了。我们看一下吧。第一次升仙的话，需要消耗1张同名卡或者是万能卡。升仙了以后等级又回到1等了，只用经验道具去进行提升升到上限又可以再升仙了。那我们看一下升仙条件第一次升仙其实你只要消耗1张就行了当你第2次升仙的时候，就要消耗6张了。所以基本上一般无氪维克有拿到1张同名卡就够了，6张其实是太遥远了。每一次升仙都可以拉高卡牌的等级上限，这些卡牌每一张都有不同的强度。然后队长亚瑟的情况下，等级越高，他旗下的卡牌就越强角色的左方这里就是新命技能启动了以后就可以把新命给安插上来这里，然后下方就是卡牌等级越高，你解锁的卡牌上限就越多了。在配置部分像富豪亚瑟，它是坦克型的，所以这边插的卡牌就是坦克型的其他职业。盗贼亚瑟输出型的有2把剑，这边安插的职业也都是要2把剑的啦。然后歌姬亚瑟就是新型的。再我们看一下盗贼亚瑟这边是可以切换其他的职业佣兵亚瑟，这是一开始的角色，所以输出的话目前有2位角色是可以去进行切换的啦。然后右下方这个是圣剑技能，进战斗的时候再做介绍吧。卡牌配置部分还是要安插一些低费用的，如果都是高费用的话打不出连段。这款游戏在卡牌配置的连段是非常重要的。看一下战斗，中间下方这边有10点，对应的就是卡牌右下方的点数，右上角3条线点下去，这里就有属性克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克制了以后伤害是提高100%被克制的话伤害就是降低50%所以在卡牌的搭配上，当你有打不过敌人，你最好都是用克制属性来打，会比较轻松那我们看一下百科，这里有卡牌联系同属性的卡牌2连会20%、3连40%、4连60%，越后面越痛。然后生效顺序资源会最先生效，摆最后就是攻击啦。然后生效顺序就是这个样子大概看一下就好了。还有目标的顺序，然后这是手牌的上限圣剑解放会持续3个回合，解放期间不会获得圣剑的能量。战斗费用像我玩的这一场是单人战斗，所以费用是从10费开始的。联合作战也就是共斗是5费用开始的，每一回合增加1费用，费用就是中间下方这个点数圣剑技能就是开大招，每一位角色圣剑技能是不一样的像富豪亚瑟第一个技能就是弃牌，可以弃3张歌姬亚瑟它可以抽3张牌出来有抽出治疗或支援卡牌，还可以增加正义的属性。在实际操作部分就是你可以用富豪亚瑟把你不要的牌给丢掉，然后再让歌姬亚瑟抽3张牌出来，类似洗牌的意思啦。就每一位角色他的圣剑技能是不一样的啦。那我们看一下连段好了，卡牌左上方可以看一下颜色，它是属于紫色的，
所以它就可以达到连段的目的哦。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产生连段了以后，卡牌右上方就会有提示了。到目前为止总共3连，然后下放点数还有3点可以消耗。这个时候看你要直接开始，还是要再派其他卡牌，颜色不同就无法连段哦。进行战斗。然后右上方最高是开2倍数啦，然后还可以点自动，自动的话基本上会随便去进行配牌啊，所以在一些重要的战斗情况下，你都要手动会比较好。然后开始进行第2次的搭配，提升全防御、治疗、攻击。注意看一下敌人的上方协调，有分为右爪还有左爪，那个就是部位破坏啊。如果你的卡牌是全体攻击的话，就不影响，两边都打。好吧，先把右爪打掉。部位击破，好，圣剑解放了。那我们看一下圣剑技能吧。以富豪亚瑟为例好了，假设我不要高费了，高费的都拿掉，确定，那就拿掉3张了。然后第2个技能是可以抽卡到上限了，这也是洗牌的一种了。那我们现在切换为歌姬亚瑟，直接抽3张。这样就有达到洗牌的效果了。然后第2个技能提升全部治疗与资源类手牌的技能威力哦。整体的玩法就是这个样子哦，这算是比较浅的啦。实际你去打战斗啊，有一些敌人是特别强的哦。像我昨天在玩第4章的 BOSS， 其实它就有基本的难度了。其他的玩法我们看一下吧。主线它有绑等级啊，接下来达到27等才可以再进行主线推关哦。这个时候就是领取助手奖励来提升队伍等级了。然后下面有一个复仇的种子，这类是角色的故事啦。打完以后会送你卡牌，然后这里就是助手挂机收益，也可以领取，也可以直接用扫荡的。然后这边就是助手所产生出来的遭遇情况，有的是战斗啊，有的是棋局啊什么的。残值发现，这个是输入卡牌进行战斗，一键上阵进行攻击。还可以进行攻击，再次进行攻击。所以主线部分就这些，下方这个就是联合作战，秘境就是副本了，每一天都有高额的奖励次数。我们看一下斯卡哈特逊这个地方就是打亚瑟职业的经验材料，什么职业打什么颜色就行了。原质矿坑是打卡牌的经验品，金卡长影指的就是身心用的通用卡吧。然后在当地试炼，这是打金币的。环这里要记得参与啊！我看一下主线的回溯这一块，就是说你在进行主线的时候啊，会出现选项让你选择剧情嘛，你没有选到的那些分支啊，你在这里就可以把它补起来啊，同样是有奖励的哦。然后密宝博弈这玩法就是简单的棋局啦，一开始都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后面就很难了，反正你刚刚好要到这个终点，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陷阱啊、阻碍啊，不让你过去哦。这个到后面关卡就会很耗时间啦，不过这一点就可以放心了。在巴哈那边有看到玩家互相救援了，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关卡的正确出牌顺序都帮你弄好了，然后这边还有补充串哦，就其他玩家也会在楼下进行补充哦，这样你就可以省去大量的时间哦，因为在这个真的很耗时间哦，我建议你直接抄作业吧。未来相关的攻略啊、角色推荐都会放在下方留言区。那么本支影片到这里吧，大家拜拜。
暗